在1930年，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生活的条件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好。你可以早上起来喝杯杏仁茶，跟朋友约在读报社里讨论时事，还有酒楼可以吃饭谈事情，并有美丽的女几相陪。这份台湾的记忆，你有听过吗？欢迎来到不小品书，用阅读打开知识的大门。我是不小王子。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生活是怎么样呢？知识分子的一天会怎么过？有没有什么灰色场所？这次要分享的黄万成的《林同报》这本书，就是描绘当时那个时代，也就是1920到30年代的台湾，来看看那时候知识分子实际生活的感受是什么。这本书从描绘当时的食物、物品、活动出发，来拼凑出一张有人文温度的风土画。除了刚刚开头提到那几件事情之外呢，我会分享那时候的台湾在世界上的面貌是怎么样子的。另外说到黄万成的《林同报》里的黄望成，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吧。这边先来介绍一下，黄望成是新竹竹东赤土崎人。23岁时，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后，返回小学母校任教，教了7年之后辞职，与人合组良辰商会，经营米糖油的买卖。但经营不久，1925年起积极投入台湾文化协会的全岛性演讲活动，并担任台湾民报记者兼编辑，同时撰写社论与短评，常常透过文章对日本总督府的不当措施进行批判。日后加入台湾民众党，成为创始委员之一。1935年又当选新竹市议会议员，在议会中常批判日本人不合理的制度。黄望成的《林同报》这本书分享的许多内容，都是来自于他的日记。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生活其实算是非常丰富的，像是可以到北投泡汤啊，到万青线火车到新店踏青，或是到总督府附近的新高堂书店买书，也可以参加当时台北正在风行的玩赛歌，以及在报纸上看到1925年的巴黎世界工艺美术博览会，或是到中部台湾共进会的展览会场参观，参加日本皇族在台湾的活动，还有可以拥有一辆自行车等等。对了，提到生活就必须提到钱。在1920年代的1日元相当于现代价值的500日元，用2024年的汇率计算呢，也相当于111元台币。这个数字就给大家当做参考，后面有提到物价的部分，也会帮大家做换算的。好的，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分享，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分享，让大家更理解台湾，我们生活的岛。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议题，也请你订阅、留言多支持啦。说到支持，也请大家来多支持台湾艺文发展。线上看展平台 Art2Go 是台湾最大的线上展览平台，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特展与创作者个展，结合人声专业导览，让你在家就可以用沉浸的数位看展体验。这次也提供优惠给大家，最新上线展览探索蒙甲剥皮寮的历史保障与100年传承，以及印象经典印象派150周年，只要输入专属优惠码 XLittlePrince 就可以折扣50元，不必出门，不用人挤人，安心在家用自己的步调看展览。另外这次也提供2张印象经典电子票给频道的各位，只要订阅不小品书 YouTube 频道，并在下方任意留言，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将会在7月15抽出2位伙伴哦。台湾知识分子非常重视阅读报纸，因为这不仅可以获取知识和了解时事之外，更是参与社会进行文化启蒙的方式。透过阅读报纸，能够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动态，并且启发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与评论。像是透过黄万成的日记，就可以知道他有每天阅读报纸的习惯。他通常会阅读多份报纸，像是台湾日日新报、闽报、金氏新报等等。而且知识分子不只是在家里读，他们还会去像是月报社啊等地方，这让读报这种行为升华成社交交流的方式。至于早餐，那时候叫做早食。黄万成的日记里有提到，他喜欢以简单的饮品当做早餐，像是杏仁茶和牛奶。其中杏仁茶是他早上最常喝的饮品，因为它准备简单，非常适合忙碌的早晨。而且当时的报纸和书籍也会提供健康的食谱，像是从当时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建议早餐就该吃甘蔗和味噌，这些呢也反映当时人们对饮食健康的一个关注。还有沏茶店呢也是当时早餐的重要场所。从1912年起，台北就出现了不以正餐为目的的咖啡店和沏茶店，这些店家6点就开门，贩卖的食品相当多元，有乌龙茶、红茶、咖啡、巧克力、牛奶、洋酒啊等等，而且里面还有许多洋食可以当做早餐。那时候的洋食1道是5钱，咖啡1杯8钱。然后根据统计，会来这些地方消费的人呢，都是25到40岁之间的有薪阶级。至于一般人的话，当时吃一餐早餐是多少钱呢？像是台北市有开办一家简易宿泊所，主要提供给下层民众的住宿，一晚只要18钱，早餐1顿只是10钱，相当于现在的11元左右。
说到吃，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介绍，是当时知识分子和商人聚会的一个场所——江山楼。江山楼成立于1921年，位于台北市大同区日新町3丁目。吴江山在花10几万创立江山楼之前，就有经营过类似的餐厅。江山楼的建筑楼高4层，设计讲究，无论在卫生、经济和品味上都相当出色。楼内设有现代化的设施和宽敞的宴会厅，可以同时接待大量客人。江山楼以它精致的菜肴和创意的料理方式闻名，其中包括像是鱼板、红曲米糕等等。不过这里的一顿饭下来并不便宜，黄旺屯就在这里吃过一顿7元的饭，相当于现在的770元台币。除此之外，日本有句俗谚说：“登江山楼吃台湾菜，义旦陪酒。”说的就是江山楼还以艺伎文化闻名，有许多艺伎在这里表演和服务，让宴会变得更加热闹和有趣。这些艺伎不仅陪客人饮酒作乐，还会弹奏音乐来助兴，这是当时宴会的一大特色。另外，江山楼主办的花选活动选出的名妓，像是小精致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顾客。再来，都提到酒楼了，那就再来提一下台北当时的夜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吧。那除了酒楼之外，沏茶店和咖啡店是1920至1930年代台湾夜生活的一大特色。这些场所提供各种饮品和简餐，如咖啡、红茶、牛奶、巧克力等等，是当时知识分子们聚会、谈论时事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咖啡店，走进1930年代台湾的咖啡店，一进门不是扑鼻的咖啡香，而是烟雾与酒气混杂的迷幻氛围。像是黄万成就经常在有女给服务的咖啡店里用餐，在这里你可以请酒吧给你一杯调酒或是威士忌，也可以走到另一间包厢欣赏不定期的展览，甚至只要你愿意付些小费，也可以和这里的女给呢谈一场现实的虚拟恋爱。另外还有个地方是现代人比较难想象的享受场所——理容院，特别是那些有女性理发师的美容院。这种地方呢，你可以剪发、按摩等等放松身心。黄旺纯就在他的日记里提到，理发师的服务首先直腻，别饶快感，把这个地方形容为女人床。讲完台湾在1920到30年代所呈现的生活样貌，我们再接着看看当时台湾在国际上的样子是怎么样子的吧。其中，台湾在国际博览会所呈现的文化和产业状态，是与世界交流重要的平台。这里呢，就举出1925年的2个例子，像是巴黎世界工艺美术博览会和大阪纪念博览会。巴黎世界工艺美术博览会于1925年的4月15日到10月15日在法国的巴黎举行，为期6个月。这次博览会呢，展示全球各国在工艺美术和现代工业设计方面的最新成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者和观众。日本作为参展国之一，设有专门的展馆。台湾总督府在日本产业协会呢设有一个50坪的展览区，里面有一间台湾沏茶店，展示并出售台湾的特产。主要的产品包括顶级乌龙茶、珊瑚、大甲帽和林头帽等等，基本上都是台湾当时外销的主要产品。另外，大阪市纪念博览会则是庆祝大阪市设市50周年，从1925年的3月到6月举行。博览会展示了日本各地的农业、工业、手工业和文化成就，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观众付费进场观看，平均每天有2到3万人。如果碰到了假日或是国定假日，还有创下16万人次的纪录。在大阪博览会上，台湾也设有专区，分别是台湾沏茶馆、物产连卖馆和建设特展馆。建设特展馆呢，展示了台湾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成就，像是电力、交通和城市规划，算是日本对外展现殖民台湾所取得的现代化努力成果。另外，台湾沏茶馆是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主要展示和出售台湾的乌龙茶。沏茶馆最畅销的商品就是1杯10全的乌龙茶、芭蕉煎饼与芭蕉牛奶糖。这几款商品的买气还高于朝鲜馆的朝鲜饼、人参茶。因为沏茶馆呢安排了台湾与日本的美女服务员，提供茶艺表演和品茶服务，这就让台湾沏茶馆在大阪纪念博览会中大受欢迎，因为大家都想要来体验一下这种美味与美人的双重享受，更让台湾的高质量产品和独特性受到大家的肯定。像这样子的博览会，就不仅提升了台湾的产品销售，也提升了台湾在国际的知名度。好的，以上就是这本黄旺纯的林头帽我想要分享的内容啦。不知道你在看完以后有没有觉得颠覆以前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内容呢？这本书有很多细节值得挖掘，对想要了解当时更真实生活的人来说，这本书非常推荐阅读。而对我来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殖民这个字眼代表了剥削与压榨。但原来1930年代的台湾生活上其实还非常丰富多彩。我不太确定是因为这本书的视角是从中上阶级的人出发，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还是那时候大部分的人们生活上都能温饱。不过就算是生活温饱好了，也不太能算是生活在好的环境之下，因为有可能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所以呢，关于这个议题，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资料，你都欢迎随时在下面做补充。之后我也会解读更多台湾类型的书，让大家更理解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岛。喜欢的话，点个订阅支持我一下吧。以上就是今天的不小品书，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启发新的观点。我们下次见。